我只想活下来，有什么不对？所有的人都不来看我了，把我丢在这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。10月的第2个礼拜六是国际安宁日。多年前在推动安宁的时候，有许多人没办法接受，觉得安宁是一个邪门歪道。对一些老医生来讲，而这个老医生的定义不是指他年纪大，可能是他从医学院毕业之后，当上主治之后就没有再读书的人，对他们来说，安宁是什么，听都没有听说过，也无法接受安宁在末期疾病的治疗方式，更别说一般民众了。所以当年推动安宁是非常费力的一件事情，常常被病人跟家属骂。经过这么多年下来，一般民众绝大部分的人大多都可以接受安宁缓和医疗这个概念，在末期的病人身上的一些医疗行为，不过还是有些人很难接受。例如曾经我遇过有一些老医生，对于另外一半临终的时候，常会问医生说，为什么连点滴都不愿意给他？为什么要活活的把他渴死？虽然老医生说这些话是他对他家人或配偶的疼爱，受到他过去医疗知识的思考限制，但是在社会心理甚至医疗上，虽然需要跟这样的家属沟通，实在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。如果你觉得医学常识的人在安宁这一块很难用认知的部分进行沟通，其实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也不是那么好沟通。让民众能够了解和接受安宁缓和医疗治疗的部分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先生，因为他的肺不好，不仅有结核病，也有肺部的癌症。有一天他被送进急诊室，就被关进负压隔离病房治疗。经过治疗之后，癌症治疗到这一个段落需要停下来的时候，主治医师跟病人说，现在癌症治疗到这一个瓶颈，再做下去，你的生命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需要暂停治疗。后面我们可能选择安宁缓和治疗，以舒适的照顾为主。病人面对这样的状况，只好默默的接受，也签了不急救的意愿书。接下来在一般病房，安宁的共照师介入，共照师经常去探视这个病人，提供精油的按摩、美足的疗法、舒适的护理。除了共照师之外，还有安宁团队的心理师、宗教师经常来探视关怀这个病人。而这个病人因为过去家庭有一些状况，得罪了原生家庭，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做了一些和解。只要是专业人员说什么，他就非常积极的配合。宗教师也介绍这个信仰给他，他也接受了洗礼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个病人因为感染的状况不好，下到加护病房做治疗。有一些日子之后，加护病房的主治医师告诉病人说，
你目前的状况如果想要活下去，这个管子，你嘴巴的管子可能拔不掉，气管内管拔了就会死，你可能需要做一个气切，能够让你的生活品质会好一点，可以撑一段时间。病人就接受做气切，解除死亡的一个问题。这样的气切手术做了之后，安宁的人全部都昏倒了，就不符合安宁的共同照顾标准，必须要结案。结案的当天，安宁团队所有的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这个病人从我的内科到加护病房，甚至到亚急性的呼吸器照顾病房。有一次，他很哀怨地跟我说：“我只想活下来，有什么不对？为什么我做气切之后，所有的人都不来看我了，把我丢在这里，只有你跟我的主治医师会来看我。”其实安德鲁社公司不能走，必须要来看他，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因为他住在这些病房都是我负责的区域，所以我就必须常去看他，关心他，注意他治疗的进度，什么时候需要出院，直到他这次出院为止，我都需要常去关心他。后来家人不理会个案，安德鲁社公司通报县政府后，安置在机构当中，没有半年，他就孤单的离开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们努力说服病人接受安宁缓和医疗的照顾，病人也非常的努力配合我们的要求，努力的演出，是一个好病人。但是我们始终不知道他真正内心的想法是什么。他是因为有人来看他，关心他，他不孤单，选择了这个部分吗？当没有人来看他的时候，他就严重的失落。病人说：“我想活，有错了吗？”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想要去死，每个人都想活下去，只是有些人会希望他生命的最后能够平安，没有痛苦，有品质的离开。有些人却在鬼门关徘徊，不断的拉进鬼门关，还要努力的爬出来，在死亡的关卡上面不断的挣扎。或许有人说这个是灵性的不平安，或许有人说这是个人求生意志非常强。不论如何，对于社工我来说，哪一家病人要努力活，或者是选择安宁的照顾模式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选择，而这个选择能够让病人心安，有力量活下去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